曾留下最黑暗的预言，即使被遗忘已久，每一个字也都令人生厌。光明怎会坠落？黑暗又如何成神？即使最癫狂的疯子，也不敢如此胡言乱语。除非那些遗忘代表着最深的恐惧。陛下马上就要成功了。大家，我们必须尽快阻止魔神皇。杀了我儿子的人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走！大家小心，他们是8柱元力魔神，10柱闪电魔神，实力远超我们过去遇见的所有魔神。你们送我的儿子回归了元力，我就赐予你们同等的湮灭吧！去死吧！居然还能站起来！我会让你们的狂妄付出代价！没错，为魔神之陨的前辈们报仇！真是你！我从你身上闻到了闪电的味道。我要抽出你的骨头，切出你的心脏，用你的血肉撑住我儿的传承之名。别急，你们一个都逃不掉！比起那个老年团，你们确实更强一点，但也仅此而已了。空间逆转！可恶，我们被分开到2个空间了，大家小心！在这个空间里，我们的灵力也在快速流失，必须速战速决。不急，我还有很多时间，可以慢慢折磨你们。拿出你们的真本事吧！现在这样可不够我打！武魂炎天，就这！神翼王座，王座化开。
象启明！哇，我们的灵力瞬间恢复了不少。是谁拿了我儿的传承之冕？现在自裁，还能免受无尽痛苦？不如你自己去问你儿子。这招有没有让你想起你的小陈年？该死的虫子，竟然还敢用我儿子的传承之冕来对付我！我要让你大怒不胜！可恶！大家，我们不能这样耗下去。还有魔神环和叶小丽那边，必须尽快赶过去，否则我们没有时间了。原来从一开始，你就并不是想融合自然女神的神格。原来你真正的目标是要重启斗神之路。自然女神如何与我相提并论？我风秀只会成为我自己的神。糟糕，叶小雷的气息感应越来越弱，难道是？一起上！铁玉，光之大力丸！万星尽灭！彩儿，我必须尽快去救叶小雷。明白。想逃？你看这招熟不熟啊？原来操控，原来是你！拜拜。浩辰，这边。幼稚！我们的结界只是看似有限，实则是无限呐！彩儿，在生与死的界限中，我们仍能抓住彼此，又怎会被你们的结界隔开？我会记得，你还在等我。放心去做你想做的事吧。你们一个都别想过去。有趣，我能感受到，我似乎是第一个来到此处的人。他们在兴奋地欢迎我呢。我还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的事情。你会成为怎样的神明？什么时候，你们这些弱小的存在才能明白？对我而言，神明也并不重要，成神只是我的一个步骤，甚至连乐趣都算不上。
你们就好好看着吧，我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，一个完全属于我的世界。并不是现在。龙浩辰，你还活着，很好。这个世界不会属于你。和上次完全不一样的气势。要再挑战我一次？上一次面对魔神皇，是像无底深渊一样的绝望。而这一次，虽然也如同最漆黑的深夜，但并非看不见曙光。神意，王座。不错的力量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失败了。你已经接近了神明的层次。但仅仅只是接近，可还远远不够。感受陛下的力量吧，在这最绝望的黑暗里，体会如同蝼蚁一般死去的命运。就算是蝼蚁，也想要活下去，永恒三剑，创世生灵。你的确变强了，但不是我的对手。龙浩辰，他剥夺了我的神格，重启了登神路，他想通过登神路成神。什么？绝对不能让魔神皇成神！必须阻止他！龙浩辰，快！登神路的终点是成为神灵，他一旦成神，就能掌控整个世界。如果不能阻止他的话，一切就都完了。你现在还没有资格踏入这里，我会将天谴和这个世界一起毁灭。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！怎么回事？就是太阳怎么被遮住了？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天怎么突然变黑了？发生了什么？我看就趁你多了。白昼消失，
星河倒悬，神魔大陆从未出现过此等异象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是大陆的自然规则运转被打破了。那又是什么？云层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那股力量不会是……魔神术！怎么回事？突然来了这么多魔神术！所有魔神柱竟然再度同时出现，是魔神皇的威压，竟已变得如此之强，就像是终于冲破了某种束缚，即将到达一个无法触及的层次，简直就像神明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魔神皇真的已经成神了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再也无人能阻止他，整个联盟，整个大陆就真的完了。是陛下，他成功了。什么？那还没杀了这群小杂碎呢，不能坏陛下正事。走吧，反正过不了几天，他们也都要死了。副团长，还好吗？他们这么轻易就离开，肯定是浩辰那边出事了。我们要赶紧去确认浩辰的情况。看来你透支生命使用的大预言术，已经帮助陛下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。只要陛下能如愿开启他想要的世界，彻底注视奥斯汀格里芬，我们也能回到故乡。故乡吗？我们已经在这片大陆存在了6000多年。不一样的，那颗遥远的星星，才是真正的家。陛下离开前，将魔族一应事务交给了太子殿下。他现在情况如何了？我们都低估这位太子殿下了，他比我们所有人都要狠。人类3大称号级猎魔团之一，人均9阶3级以上，共杀过11位魔神，其中4位是20柱以上。32年前，曾重创过第4柱死灵魔神萨米基纳。但你们还是输给了我。你们的力量，我收下了。恭喜殿下获得了逆天魔龙柱的认可，实力大增。还不够，我父皇是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魔神皇，却也是最为仁慈的魔神皇。从一开始的圈养人类，到发现他们竟然敢藏匿奥斯汀格里芬，他也只是想通过击杀龙浩辰这个血气者来解决问题。
但他却并没有成功。于是他只能去踏上那条从未有人踏足的登神路。但成神意味着什么？他想要的新世界，又将有什么代价来换取？我无比崇拜与尊敬我的父皇，所以，我必须去帮他走另一条路。看来这次异象是魔神皇的一次宣告，梦幻天堂里一定发生了什么。浩辰，早点回来。我绝对不会让你毁灭大陆。浩辰，团长，浩辰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彩儿。没事就好。团长，我们飞了！还好，没生命危险。团长，魔神皇呢？魔神皇已经进入了登神路。什么？登神路是啥？圣魔大陆曾经由神明庇佑，在那时，灵力达到100万的强者，如果想要成为神明，就必须通过神明的考验，这就是登神路，也是创世神规定的成为神明的唯一途径。直到6000年前，72个魔神珠冲破位面，降临圣魔大陆，登神路被摧毁，庇佑大陆的神明也相继消失。没人知道这一切是为什么。此后，圣魔大陆便不再有神，除了我一枚神钩外，只剩下神残留的力量与投影。而魔神皇不知为何，竟能以我为媒介，进入登神路。一旦他成功走完登神路，他就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神，唯一的法则。即使任何抵抗都毫无意义。我们绝不能眼睁睁看着魔神皇成神，毁灭人类和大陆。也不是毫无转机，登神路危险重重，魔神皇是否能活着出来，何时出来，都是未知数。我们还有时间。可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概率上，更何况还有魔族在虎视眈眈。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。趁魔神皇不在，我们要整合全人类所有的力量，消灭所有魔族，掌握未来战争的主动权。光你们还不够，我和大楼会带领梦幻天堂全力支援你们。那怎么行？你走了，梦幻天堂怎么办？我现在已经不是神格了。开启登神路时，魔神皇已经夺走了我作为神格的所有力量，而且大陆的规则都因魔神皇打开登神路而改变，梦幻天堂的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小雷，梦幻天堂绝非毫无意义，它见证了这片大陆的历史。它清楚地知道，这片大陆是我们的家，绝不允许侵略者肆意践踏。我想，这也是自然女神让我们等待的意义。梦幻天堂与大陆势必共存亡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刻回联盟。可是浩辰，即使梦幻天堂加入，我们和魔族的战力对比依然过于悬殊。所以，我们要回一趟圣城，去见一个人。
杨爷爷，浩辰，来我这里。我知道你来找我所为何事，来，认真感受一下。告诉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一股力量，一股极其强大而恐怖的力量，似乎能吞噬一切。杨爷爷，那就是那股力量吗？它到底是什么？你既然已获得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，想必你也已经见过它了吧？是萧火萧前辈。萧火是我们骑士殿第一位殿主，也是第一个亲眼见过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的人。但接下来你要知道的，便是只有历代盟主才能相传的秘密。那是6000多年前，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降世之时，还打开了一扇门。根据萧殿主的记载，在神印王座的感召下，他得知了那门后还有另一片神秘的境地，被称之为无限星域。那无限星域中蕴藏着关乎整个圣魔大陆存亡的规则之力，若能获取，相当于拥有了整座大陆的掌控权。整座大陆的主人，但能被允许进入星域的人，只能是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的主人，而其他任何生物擅自闯入，则会被规则之力惩戒，剥去肉身，只剩魂体，再无归来的可能。是因为那规则之力非凡人所能得吗？这就非我们所知了。我明白了，杨爷爷，既然我是唯一可以进入的人，就由我去星域，将那股最强的力量带回来。不仅是那股力量，你还需要去唤醒那些永恒英雄们。永恒英雄，龙浩辰，人类的闪耀，正是因为我们拥有超越万物的勇气和决心。过去数千年，即便没有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，人类英雄们仍旧选择主动舍弃肉身，化为永恒英雄进入星域，为人类探寻真相与答案，即便再也无法归来。萧火前辈，恕有萧前辈，还有叶无伤前辈，原来你失踪后是进入了这里。坚信终有一天，会有人可以被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选中，会有人去那片星域为人类带回真正的和平与胜利，而他们将为那个人，也就是你，龙浩辰，他们将为你扫除迷障，化作星光，指引方向。永恒英雄们，我一定会带你们回家。
数年不见，你竟然已是联盟盟主，果然英雄出少年啊！还要感谢此前前辈的照顾。就是此处了，将你的盟主令拿出来吧。那就是杨爷爷说的，去往星域的大门。那门内对普通人而言，便是天人永隔的分界。为避免万一或伤及他人，需9阶强者才能解除最后的屏障。神印，化铠。浩辰，我们对那片星域一无所知，你一人进去。是啊，团长，毕竟这一切都只是传说记载。别担心，我能感受到王座的力量，与那片星域有某种呼应。即便如此，可他说的没错，你此行无人知晓会发生何事，也无人能帮你。你确定仍要前行？前辈们牺牲身躯，也要投身其中探寻究竟。如今我已是唯一能全身而退的人，又怎能辜负他们？彩儿，照顾好大家，等我回来。你自己一个人也要多加小心。浩辰，有任何问题记得先回来，我们再一起想办法。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。放心。彩儿，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了。有你们，还有整个联盟都在等我，我就一定会回来，一定会将人类的取胜之光带回来。脱离现实秩序的空间。孩子，是谁？这里还不是星域，而是供后来者做好准备的永恒通道。你即将前往的星域，是宇宙中最混乱和危险的地方。这是星域中的怪物，堕落半神。他们使用星域中的规则之力进行战斗，每一个都有着不弱于9阶5级的实力。别急，永恒通道中发生的一切，皆为星域的投影。投影？多年以来，我们就是在星域中与这些堕落半神战斗，争夺规则之力，无休无止。堕落半神，无休无止。前辈。跟我来。
这周围的每一座星碑，都代表着一位抛却肉身，进入星域的永恒英雄。至今为止，一共63位。这就是你的星碑。把手放上去。这股力量，倘若你死了，星火就会熄灭。63位永恒英雄，如今只剩4位了吗？你们都是联盟的英雄，人类的英雄。你已知晓了一切，如果你仍有这个觉悟，踏入危险万分的星域，为人类带回规则之力，就推开这扇门。这扇门就是真正通往星域的大门吗？2个位面的纠缠，似乎让这扇门重达万斤。但我定要像众多前辈那般，为人类带回胜利之光，哪怕付出一切代价。不用慌，你不是一个人。前辈，你们到底在哪里？我又该怎么找到你们？我们也不知道啊，星域太大了。不过，我们可是等了你数千年呢。进入星域后，也无法传声给你，但你会找到我们的，对吗？一定，无论多难，无论多远，我都会找到你们。那我们就先在骑士圣山等团长吧。好主意，没有团长的消息，我去哪儿都不安心。请问前辈，这圣山可有适合修炼之地？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大白天的，怎么会突然闪烁星光？不对，骑士圣山一直被保护隐蔽，怎会突然有此异象？这是韩宇，我靠！我无法挣脱，这是魔神，邪魔神的气息。韩宇，瓦沙克，你可真是我族之光，有你的奉献，拿下人类为陛下献礼，指日可待。当魔神皇踏入灯神路那刻起，阿宝明白，属于他的时刻已然到。他利用魔族继承人魔神皇离开后魔族统领人的身份，要求新魔神为他开启一个名为星域死斗场的游戏。即便这会折损新魔神的寿命，甚至更大的代价，但人类的确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危机。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是魔族领地吗？欢迎来到我的星域死斗场。
么干事？怎么回事？韩宇怎么会突然被召唤去那里？而且，我们也感应不到他了。可恶，居然出不出去！这个星域死斗场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没人知晓星域死斗场的来由，它就像是阿宝的杀戮乐园，一旦被选中，就无法逃脱。数千年了，我们伟大的魔族一直圈养着这些渺小的人类，只因他们是我们的口粮，才让他们苟延残喘地活着。但如今，看看他们都干了什么好事！5年前，他们竟然掌握了奥斯汀格里芬毁灭的力量，击碎了我们第1根魔神柱。自那以后，他们更加肆无忌惮，连续斩杀了我们数10位魔神，2根魔神柱。这简直是我们伟大魔族降临圣魔大陆以来最屈辱的时代。而现在，我们伟大的陛下已经走上了登神之路。待他成神归来，整片大陆的规则将会被重新改写。那么现在，我们难道不该将我们受过的屈辱找回来？感谢星魔神瓦沙克，他不惜一切代价，利用星辰之力，为我们打造了这个与世隔绝的星域死斗场。接下来，在陛下归来之前，我们可以利用星域死斗场，随机将可恶的人类召唤至此，与我们魔族的伟大魔神战斗。被召唤进星域死斗场内的双方，只有一方死去，另一方才能够离开，这很公平，对吗，人类？接下来，就让我们来欣赏这一场场无尽的厮杀吧！让我们用人类的头颅，为陛下的归来献礼！韩宇，星域死斗场，他们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！如果不尽快阻止，人类将会遇到巨大的、完全不可控的危机。不过，如果真如他所说，这里与世隔绝，为什么？那我为什么能感应到团长？我为什么会突然能在这个星域中感应到韩宇的气息？他也进来了吗？这不可能！原本来这片星域是为了找回永恒英雄前辈们，但自从踏入这里后，方位、时间仿佛都失去了坐标。我不仅没有找到任何他们留下的踪迹，甚至连最初的位置也再无法找回。但现在，我竟然能感应到韩宇。虽无法确认他的方位和距离，但他一定就在这个星域中的某一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多半神。目前的战力大概相当于人类8级，好像是受了重伤。但为何我的进攻仿佛对他毫无效果？那那些伤害是怎么造成的？等等，能制造那种剑伤的是叶无伤前辈。看来是叶无伤前辈曾来过这里。也许他就在附近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利用叶无伤前辈留下的那道剑伤，将他击毙。3剑，万物复苏。
是杨爷爷说的规则之力。那无限星域中，蕴藏着关乎整个圣魔大陆存亡的规则之力。若能获取，相当于拥有了整座大陆的掌控权。我能感受到，在这片星域内，规则之力似乎可以做到任何事，甚至是带我找到叶无伤前辈。但现在韩宇情况未知，我必须先确认他的安危。带我找到韩宇。这是我的灵魂投影，看来是那份规则之力过于微弱，只能将我的灵魂投影传送到韩宇附近。韩宇，接下来就让我们迎接魔族的第1位战士。如果真如阿毛所说，那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必须保持冷静，影响着战斗，为人类带回更多消息。小子，你是那支猎魔团的人，杀了我女儿华丽莎的罪魁祸首，真是有缘呐！确实很有缘呐！韩宇竟然对上了杀害自己双亲的仇人，怎么会这么巧？魔族一定是故意的。我的安排怎么样？宿命对决，看来这第1场死斗一定会很精彩呢。从你身上，我还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，不会是你妈妈的吧？没人能逃过我的星月死斗场，龙浩辰。我会将你在意的所有人类都拉进来，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在你面前。死斗竞赛正式开始。我发过誓，即便付出生命，付出一切，也要杀了你！阿永福，今天你必死无疑！就凭你现在半死不活的样子吗？既然如此，我要让你见识一下身为父亲的不仇怒火！